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长安24季大结局惊呆众人，复仇计划全是空，潜伏15年的太监才是最终赢家。谢怀安到死才明白被谁利用，本以为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复仇故事，没想到长安24季的大结局狠狠颠覆了所有人的预期。当程毅饰演的谢怀安在最后关头放下刀，选择不杀仇人严凤山时，观众才意识到，这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复仇爽剧。真正的博弈隐藏在每个人物的每一次选择背后，而最大的赢家，竟是那个在宫中默默无闻15年的太监岑伟宗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剧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命运，从谢怀安的复仇到萧氏兄弟的皇权更迭，似乎都在这位太监的算计之中。当雪掩盖了长安的尸骨与阴谋，一个问题浮出水面：如果连复仇都是被设计的剧本，那么谢怀安10年来坚持的正义，究竟是谁手中的提线木偶？谢怀安的复仇与幻灭。谢怀安重返长安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父报仇。10年前，严凤山谋反，杀害了谢怀安的父亲刘子温，只有他和妹妹白婉侥幸逃生。他利用新帝萧武阳对严凤山的忌惮，双方达成协议。谢怀安帮新帝找出严凤山，萧武阳将仇人头颅双手奉上。谢怀安的复仇计划几乎完美，他摸透了严凤山对养子王嫖的感情执念，设下精心圈套。当戴着王嫖人皮面具的人出现时，严凤山果然情绪失控，陷入了谢怀安的陷阱。然而在最后关头，当谢怀安的刀即将刺向严凤山喉咙时，他却收手了。严凤山告诉谢怀安一个残酷真相：如果他死了，北方的铁墨人会立即入侵长安，百姓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这句话击中了谢怀安内心最柔软的部分，他最终选择了放下个人恩怨，保护长安百姓。他设计让严凤山与铁墨王吴仲恒在谷仓中对决，两人两败俱伤，严凤山战死，铁墨王重伤。但谢怀安的悲剧远未结束，他本打算与铁墨王同归于尽，利用谷仓中的谷物粉尘引发爆炸。意外的是，他活了下来，却落得被囚禁在玉龙岗的下场。更可悲的是，他的妹妹白婉在返回长安与他相认的路上，被严凤山设计，最终死在了谢怀安的刀下。谢怀安抱着妹妹的遗体痛哭，临死之前，白婉还拿着哥哥初入长安时送他的红伞。严凤山的复杂性与救赎。严凤山作为剧中的大反派，却有着令人唏嘘的复杂性。他不仅是杀害谢怀安一家的凶手，还可能是谢怀安的亲生父亲。在剧情揭示的血书中，严凤山与谢怀安的真实关系浮出水面，这解释了为什么严凤山多次可以杀死谢怀安，却总是在最后关头手软。严凤山与王嫖的关系更是充满了悲剧色彩。当年他被困铁墨谷仓，为了活命杀害了收留他的王嫖父母，却将年幼的王嫖抚养长大。王嫖在得知真相后，无法在杀亲之仇与养育之恩间做出选择，最终自尽身亡。王嫖的死不仅影响了严凤山的判断，也成为整个故事转折的关键点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严凤山选择了用生命偿还罪孽。他按照谢怀安的设计，与铁墨王吴仲恒在谷仓中对决，虽然战死，但也重创了对手。这一刻，他从一个权谋家变成了护国者。萧氏兄弟的权力博弈。萧武阳和萧文静兄弟之间的权力博弈是剧中的另一条主线。萧武阳表面重用谢怀安，实则将其视为可弃的棋子。他打进长安之后，叶征从虎壁手中劫走了萧文静。谢怀安通过心仪收到的密报，实为王嫖故意泄露的诱饵。这一切指向兄弟二人布下的连环计。萧武阳假意夺位引蛇出洞，
萧文静暗中集结力量。谢怀安救顾玉时发现的过所文书、笔记与萧文静书同安默的日记如出一辙。更致命的是，谢怀安妹妹白婉返回长安的路线，只有萧氏兄弟的密探掌握。这些碎片拼出完整陷阱，让谢怀安与严凤山两败俱伤，兄弟二人重掌皇权。当严凤山在粮仓说出“我若死，铁墨人将入侵中原”的真相时，谢怀安才明白自己差点成为千古罪人。最终，萧武阳虽然当上皇帝，却双目失明，而萧文静选择放弃皇位，决定自己继续当一个书童。萧文静虽然不在皇位，但是可以帮助哥哥治理国家。只要国家安定，长安太平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幕后黑手岑伟宗的真相，真正的幕后黑手直到最后才浮出水面。太监岑伟宗本是铁墨人，与铁墨王吴仲衡从小一起做奴隶，两人约定分头潜入长安，目标是夺取长安的土地和粮食。但两人的理念早已分道扬镳，吴仲衡想成为新的奴隶主，而岑伟宗则希望铁墨人能摆脱奴役，实现人人平等。岑伟宗在虎贲兵变后伪装成太监，在宫中隐藏了整整15年，连老谋深算的严凤山都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。他的布局精准而周密，先假意投靠吴仲衡，趁其不备将对方关进谷仓，让严凤山与吴仲衡互相消耗，之后在爆炸中救走谢怀安，将他囚禁在玉龙岗。当所有人以为故事已经结束时，剧情留下了更大悬念。在玉龙岗监狱深处，国师岑伟宗面前出现了一个酷似谢怀安的神秘身影。这个伏笔暗示岑伟宗还有更大的计划，而谢怀安可能只是他棋盘上的又一枚棋子。整部剧的结局没有一个人物获得圆满，而真正的赢家是这个潜伏了15年的太监。叶征与烛之龙的师门恩怨。叶征从小被烛之龙收养，他一直敬重自己的师傅，把师傅当作父亲来尊重。然而，当他知道烛之龙竟然是铁墨暗卫，一直潜伏在长安，他无法相信。烛之龙要求叶征和师妹小青不要参与到铁墨和长安的斗争中，为此，吴仲衡特意派人伤了小青，就是要分散叶征的注意力。叶征带着小青杀出重围，他想去找师傅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想到师傅看见他们，竟然直接说为了铁墨的大业，死2个徒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叶征和小青心碎了，但好在最后烛之龙悔悟了，自杀了断。等到叶征和小青回来找谢怀安，谢怀安已经在谷仓爆炸中消失了。在最后，叶征决定去找他心爱的姑娘朝露，为自己的后半生谋一个幸福。他的离开为这部充满权谋斗争的剧集增添了一抹温情。其他配角的悲剧命运。顾玉前往北方调兵途中被铁墨王擒获，最终殉国。谢怀安从顾玉的遗体中找到兵符，开始集结力量抵抗外敌。吴仲衡擒获了萧文静和萧武阳，并迫使兄弟相残。烛之龙在忠诚与亲情间选择自尽，谢怀安则通过假死骗过吴仲衡。王朴的结局尤为令人唏嘘。他在得知严凤山既是杀亲仇人，又是养育恩人后，无法做出选择，最终自尽身亡。他的死不仅影响了严凤山的判断，也成为整个故事转折的关键点。当萧文静拒绝龙椅选择成为兰台令时，他轻抚谢怀安留下的玉簪说：“这长安城从来不需要英雄。”这句话道出了整部剧的核心主题。在权力的游戏中，每个人都是棋子，真正的胜利者往往是那些隐藏在幕后的人。